欢迎来到热点新闻频道，请订阅并关注以获取最新资讯。诚意被玩梗惹众怒，查百道道歉背后的流量博弈，总会被意想不到的事件点燃。这次的主角是奶茶界新贵与古装剧顶流的碰撞。查百道因营销活动翻车向演员诚意致歉的新闻，让网友们的讨论从饭圈蔓延到职场伦理。作为全程围观的路人，我看到的不仅是简单的道歉声明，更是一场关于现代商业如何拿捏尊重的公开课。诚意粉丝为何集体破防？事情的导火索并不复杂，查百道试图借势诚意的古装剧热播策划营销，却在宣传素材中使用了被粉丝认为丑化形象的剧照，甚至将角色梗完成了对演员本人的调侃。这让我想起去年某美妆品牌因 P 图过度遭代言人工作室抗议的旧闻。品牌方似乎总在贴近年轻人的路上用力过猛，诚意粉丝的愤怒不难理解。这位凭借《莲花楼》等作品积累口碑的演员，团队向来以爱惜羽毛著称。粉丝晒出对比图，其他品牌的合作海报注重突出演员特质，而查百道的设计却像极了廉价夜游广告。当我在品牌超话看到有粉丝留言“我们捧在手心的演员，在你们眼里只是引流工具吗？”突然意识到这早已超出饭圈纠葛，直指商业合作的核心命题。流量狂欢时代，品牌该如何平衡娱乐性与专业性？24小时内下架物料，管理层致歉，承诺加强审核。但这套标准动作背后，暴露的是整个新茶饮赛道的焦虑。据统计，2023年至少有7家奶茶品牌因代言问题登上热搜。某品牌甚至闹出上午官宣代言人，下午遭粉丝抵制的闹剧。在行业观察者看来，这类失误折射出3个深层矛盾：营销团队与艺人经纪的信息不对称，以为玩梗就是年轻化；快消品迭代速度与品牌沉淀的冲突，重销量轻形象；对 Z 世代消费心理的误判，00后要娱乐更要尊重。我曾参与某潮牌的用户调研，发现年轻消费者对尊重边界的敏感度远超想象。他们可以接受自黑式营销，但坚决反对品牌对合作方的轻慢。这种态度在诚意粉丝制作的长文控诉中体现得淋漓尽致。从事件营销到关系营销，这次风波最值得玩味的是网友们在查百道道歉话题下自发讨论起什么是合格的品牌合作。有用户 PO 出某手机品牌与代言人工作室的签约细节，从创意沟通到后期审核设立15个确认节点。这种较真的态度，或许正是茶饮品牌欠缺的。在我看来，新消费品牌需要建立关系营销思维，建立艺人杯调机制，不只是看数据，更要理解其核心价值。设置文化适配观岗位，避免策划团队自嗨。开发粉丝共创通道，如提前征集创意方向。某国际饮料巨头中国区市场总监曾对我说：“我们把每次代言合作都当作联姻，既要门当户对，更要情投意合。”这句话值得写在每个奶茶品牌策划部的白板上。奶茶可以加冰，但合作不能冷人心。站在行业转型的十字路口，这场风波恰似一剂清醒剂。当某奶茶品牌开始用尊重力作为 KPI 考核标准，当诚意粉丝团发起理性维权指南，我们或许正在见证商业文明的新进化。毕竟，能捧红一个品牌的不只是营销热度，更是那份将心比心的诚意。就像最好的奶茶配方，永远是真材实料，而非廉价香精。